今天是小树蛙的生日，狐狸猫邀请小树蛙来家里，准备一起煮火锅吃。正当狐狸猫要切金针菇的时候，小树蛙问狐狸猫：“还记不记得把红萝卜或二氧化锰加到双氧水里面，可以加速氧气的生成？”狐狸猫表示：“当然记得，不过觉得奇怪，小树蛙怎么突然提到这个？”小树蛙说：“其实金针菇跟红萝卜一样。”加到双氧水中都可加速氧气生成。狐狸猫天真的说：“所以如果在双氧水里面加很多红萝卜或金针菇，就可以产生更多氧气咯。”小树蛙摇摇头回答：“如果想产生更多氧气，应该要加入更多双氧水，因为红萝卜和金针菇只能加速氧气的生成，本身并不会产生氧气。”狐狸猫又接着问：“那红萝卜或金针菇参与反应后会变成什么呢？”小树蛙说：“它们在反应前后都不会改变哦。”狐狸猫不懂，他以为化学反应后物质的性质都会改变。小树蛙笑着回答：“因为它们都是催化剂呀。”看着狐狸猫还是一脸疑惑，小树蛙建议一起做个实验。在做实验前，小树蛙先请狐狸猫称量二氧化锰和硒氯平的总质量。做完实验后，小树蛙问狐狸猫：“硒氯平里面剩下的会是什么？”狐狸猫说：“双氧水会生成氧气和水，刚刚氧气已经跑到广口瓶中，那硒氯平里面剩下的应该就是二氧化锰、水还有部分残留的氧气了。”接着他们把硒氯平加热，等水分都蒸发后再称量一次质量，发现质量几乎没有变化。狐狸猫惊呼：“真的没什么变耶！”小树蛙接着说：“催化剂又叫做触酶，在化学反应里加入催化剂，可以加快反应速率，但是催化剂质量不会有所消耗，也不会影响生成物最终生成的量。也就是说，它只是让整个实验反应过程变快，并不会影响实验结果。在书写化学反应式的时候，催化剂也要当作是反应的条件，要写在箭号的上方或下方，就像画面上的化学反应式一样。”说到这里，小树蛙想确认狐狸猫是否已经了解催化剂的特性了，便打算考考它，看它能不能从画面上某化学反应的示意图中找出哪一个最可能是催化剂。荧幕前的你也帮狐狸猫一起想想吧。此时狐狸猫又提出疑问：是不是在其他实验中加入二氧化锰也可以加快反应速率呢？小树蛙回答：“这个问题很好，但答案是不会，因为催化剂无法通用于每个反应，而是具有选择性的，所以二氧化锰加入双氧水中可以加速反应，但加在其他实验里不一定有效果。”接着小树蛙再举了一个例子，说起催化剂的经典范例，就是哈伯法制备氨气实验。在20世纪初期，工业的发达让人口快速成长，世界面临粮食危机，而农业用的氮肥严重不足。虽然大气中含氮量非常高，却只有极少的量能循环至植物上。这时哈伯想到，可以先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下制造氨，这种制氨法得到的氨就可用来制作氮肥。一开始哈伯在实验中是用铬、铀作为催化剂，可是这两种金属较为稀有。后来在德国化学家博施经过上万种配方测试后，找到较便宜的催化剂替代品铁、铝、钙混合物质，这才真正解决了氮肥短缺问题。除了化学实验，生物体也有不少化学反应要借由催化剂来加速反应的例子。不过在生物体中的催化剂一般会称为酶或酵素，像前面一直提到的红萝卜就含有能加速分解双氧水的酵素，所以把红萝卜加到双氧水里会产生大量气泡。此外，我们吃的白饭能够被分解成小分子，也是因为唾液中含有淀粉酶，
让淀粉分解的速率变得更快。狐狸猫又提出疑问：如果在化学实验跟生物体中都有催化剂可加快反应产生，在其他方面是不是还有相关应用呢？小树蛙回答：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在汽机车的排气管里加装触媒转化器，它可以把引擎在高温下生成的氮氧化物加速转换成氮气与氧气，减少氮氧化物所造成的空气污染。而另一个生活上的例子，就像是烹调肉品时会加入嫩精，让肉质变得更软嫩。这也是因为嫩精里的木瓜酵素会让蛋白质的分解变快。还有像是光触媒冷气机，涂在冷气机上的光触媒是利用特定光线照射触媒来催化化学反应。不过虽然它的名字里有触媒2字，但跟一般定义的催化剂不太一样，并不只是加速化学反应的产生，而是促成化学反应。若缺乏光或触媒其中之一，反应物不会有变化。听完小树蛙的说明后，狐狸猫忍不住插嘴：先别管什么冷气了，烤牛排好像也不错，不如等下也烤一块来吃吧。小树蛙急忙说：原本不是说要煮火锅的吗？狐狸猫大喊：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一个重点整理。催化剂在化学反应中会参与反应，加快反应的速率，但反应前后质量不会消耗，也不会影响最终生成物的量。在书写化学反应式时，催化剂也要当作反应的条件，写在箭号的上方或下方。催化剂有选择性，每种催化剂适用的化学反应都不同。生物体中的催化剂称为酶或酵素。最后，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来脑力激荡吧。我们在前面学到了，可以透过加入催化剂来加快反应速率，但还有抑制剂可以减缓反应速率哦。请找找看，什么物质可以减缓反应速率，而它是减缓哪个化学反应的速率呢？欢迎把你的发现留言在影片下方，和大家分享与讨论。我们下次见喽，拜拜。